亲娘，你先陪静秋回房去吧。诺，大人。看出什么来了吗？奇怪，这字儿写的还不如我呢。依我看，这并非由惯用的右手而写成的吧？到底为什么？可能是怕被人认出了自己。怎么可能？天下字迹雷同的人多的是，除非他是欧阳询那样的大师。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这个人我们不陌生，有可能见过他的字迹。许公子、楚公子，你们之前也收过这个信吗？怎么可能？诸位，你们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我看这个高大成肯定是受了别人的恐吓，胡说八道。是啊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回事儿，要不然我早就禀明各位大人了。诸位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杜某难辞其咎。但是请放心，我们木然山庄绝对没有什么鬼神。老师，请放心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吩咐下去，加派人手，给每个厢房门口加派2个侍卫，一定做到万无一失。有劳祭酒大人了，学生感激不尽。今晚的酒宴就到此结束吧，各位都回房早点歇息。明日还要举行第2场比试。既然高公子已经退出，2位公子也无需烦恼，赶紧回去准备吧。诺。哎，你说这信到底是谁写的呀？天知道，说不定是哪个好生事端之人故意吓我们。只要我们自己不吓自己就行。总觉得运维谷里怪怪的，想想都心有余悸。如今之计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现在高大成退出比赛，只剩你我2人比试了。子墨兄，你我做一个交易如何？交易？之后的比赛里，我可以让你一枝独秀。楚少元，你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？你以为我来这鸢尾谷，就是为了那个杜静秋？那你所谓何事？你可知这鸢尾谷里面藏着何物？是何物千年宝藏。千年宝藏？谁要是得到它，便能富可敌国。真有这事儿？千真万确。我在坊间倒也听说过，这鸢尾谷里藏有一些宝藏，但人说那都是谣传啊。如今这个世上，只有谣传才是真的。怎么样？你我做个交易如何？是血。
个女鬼。来人呐！来人！快来人呐！你看。 常元、子木，出什么事了？你们两个是怎么搞的？王大人，那个女鬼出现了。你们都受伤了吗？你们身上这血是哪儿来的？那儿。 这个是女鬼戴的面具吗？是那个女鬼的面具，脸孔里还充满了血水。你确定你看到他了吗？确定，我也看到他了。谁？克服的女出现了。喂，我说你们两个男的怎么胆儿那么小啊？你是没亲眼见到那个女鬼披头散发。 还能飞天遁地，你们真的亲眼看到了吗？绝对不会看错的。刚才他就在那个窗外一闪而过。那，你们看清他的脸了吗？哎，两位兄弟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知道啊，眼前突然一黑，就没有感觉了。我倒是看见一个人影，是男是女？好像是个女的，还穿着白色的纱衣。 那，你看清她的脸了吗？没有，女鬼真的出现了，这就是信上所说的那个女鬼。之前二位不是说没有收过信吗？我，李公子，实不相瞒，我和徐子木确实也收到过跟高大成一样的信。 那之前，为何你们不说？我们也是不想太张扬，免得坏了大家的兴致。对，何时收到的呢？上个月初6。啊，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。上个月初6，就是最终人选还没有确定，就连太傅大人与祭酒大人也不知。此人又怎么会知道你们即将要被选中呢？这我，这正是此事的蹊跷之处。 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吗？江大人，切，你自己看看吧，今天可真是好戏连台呀！两位公子，这是……大人，女鬼真的出现了。女鬼？大人，二位公子收到了跟高大成一样的信，学生看过，字迹如出一辙。 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。一派胡言！这鸢尾谷，乃我义兄杜明义修身养性之处，清幽明净，怎么会有索命的冤魂出现呢？大人，恕学生无礼，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狄公子，请讲。信里面所指的那位女子是谁呀？她就是静秋的母亲，杜明义的妻子。 房木然，18年前，明义放弃了大好的仕途，与房木然来到这鸢尾谷，创建了木然山庄。两人在此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。后来，杜明义离奇去世。那世人都说房氏木然是克夫命，还怀疑是她杀害了自己的丈夫。不久。 在愧疚与绝望中，房木然自尽了。那个时候，静秋还小。
此事静秋姐姐曾经跟我讲过，只是奇怪，多年前之事，为何现在又被提起？大人，那房氏死后，这鸢尾谷中可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？坊间有传言，说这鸢尾谷到了晚上变成了死谷。死谷？没有人能在太阳下山之后走出这个鸢尾谷啊！过去经常有猎人来这谷中狩猎奇珍异兽，有的时候为了追赶一头麋鹿，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走出，后来便离奇失踪了。都说是被谷中的野兽所害，可是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！大人，这肯定就是那个女鬼出现了。荒唐！我根本就不相信这鸢尾谷中会有什么冤魂存在，这都是那些无事生非的人妖言惑众，是对明义和木然的不敬。大人，请息怒。我看未必真的有什么冤魂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，还请诸位切莫自乱了阵脚，让恶人有可乘之机啊！王公子说得对，此人居心叵测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对啊，大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尽力帮您查出事情真相的。你说对吧，婉清姐姐？没错，相信有狄公子还有王公子联手，各位大人大可放心。那就有劳各位了，江某感激不尽。江大人，您看我跟许公子这副模样，有没有干净的衣服能给我们换上？来人啊，在。吩咐下去，给许公子和楚公子准备沐浴和干净的衣服。诺。两位公子受惊了，早些歇息，养精蓄锐。明日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你们。诺。哎，高大成在哪里？他为何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呢？人家现在无事一身轻，哪管我们的死活？再说了，他功夫那么好，我们哪用管他呀？来人呐，在。吩咐下去，多派些人手保护好楚公子和许公子的安危。诺。诸位，今晚之事，我希望不要告诉太傅和静秋。今日发生太多离奇之事，我不想让他们为此再添困扰。大人放心，我们一定守口如瓶。多谢。姐姐还没睡呢。睡不着，来给爹和娘诵经。是因为这2天的事情烦恼吗？烦恼谈不上，只是有些疲惫罢了。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还请姐姐赐教。说吧，干嘛这么客气？为什么早上的比赛你选了徐子木，而不选高大成呢？徐公子文才出众，是难得的人才。我才不信，姐姐会喜欢一个文采如此浮夸之人。怀英，何出此言？我只能说，徐子木不知道走什么运了。先是楚尚元不知出于何目的帮了他，然后是姐姐信守一致，让他赢了这个比赛。果然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姐姐会选用一颗棋子？你要知道，
此人很有可能日后成为你夫婿。难道你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如此草率吗？嫁谁不是嫁的？只要能完成爷爷的心愿，我就算是功德圆满了。那你随便嫁一个山野匹夫好了，为何搞得如此兴师动众呢？像我这样一个女子，嫁人对我来说，其实我自己能决定的。你变了。或许吧。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。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，有什么幸福可言？只要杀害我爹娘的凶手一天没有找到，我就一天不能平静。更何况是寻找幸福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不祥的女子。你也相信这样离谱的传言？不信又能怎样？天命如此。好，踢菊球的小虎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个传言永远不会成真。参见左使。四位堂主，免礼。左使，我们何时开始行动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木然山庄现在的事态是瞬息万变，谁都不知道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。左使，这木然山庄里究竟出了何事？我等暗中跟踪盘查，也不见其端倪，甚是费解。我和白虎堂主暗中观察楚尚元和徐子木时，真的发现一个鬼魅的白衣女子，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和传说中的一般无二。这世间难道真的有鬼魅的存在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有人正在运行一个可怕的计划。也许他的这个计划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一样的。需要我们去调查吗？不用，静观其变，不要节外生枝。不要忘了我们最终的任务。明白。勾陈，在。你的易容工具带了吗？一直都带。很好。我高大成，堂堂的武状元，被你们两个书呆子抢了风头。等着瞧吧，我会来给你们收尸的。还有你，你倒是好，选了徐子木那个小白脸儿，让我高大成怎么下得了这个台阶儿啊？
杜小姐，可否有雅兴，陪我喝一杯啊？杜小姐，你真是惊为天人呐！为了找回这丢了的面子，我今天就尝尝你的馅儿。诸位，走过这条小路，前面就是鸢尾谷了。20多年前，我儿明义带着一班家丁，在这里开荒植树。明义死后，我便封山育林，这里始终保持着茂密的景致。今天的第2场比试，就在这鸢尾谷举行，也算对明义的一场祭奠吧。愿2位公子，在风景如画的鸢尾谷，能有好运气。2位大人费心了，我和徐子木一定会竭尽全力。能在这样的景色中比赛，就算是输了，也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啊。高大人，贵公子为何没有前来呀？哦，换作是我呀，我也不来。要不是看在太傅大人的面上，我早就带着我家大成回京城了。浩然，咱们现在开始吧。诺。现在就由我向2位公子交代一下今天比试的内容和规则。第2场比试名为寻物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要候选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指定的物品。这鸢尾谷啊，虽说是风景宜人，但却地势陡峭。2位公子务必小心行事。来人啊，给2位公子佩剑。这是给2位的宝剑，留作防身之用。江大人，不知让我2人所寻是何物啊？啊，楚公子莫急啊。静秋，就由你来告诉2位公子应该所寻何物吧。是鸢尾。鸢尾。哎，少爷，哎，这花看起来好像能吃吧？猪啊你，什么都能想到吃，笨蛋！小虎，你以前见过这种花吗？小时候见过一次。这花看起来好特别。杜小姐，不知为何让我2人寻着鸢尾啊？这鸢尾是我娘生前最喜欢的花，也是一种很特殊的花，在我们这地方特别难耕种。经过多次尝试后，我爹无意发现这鸢尾生性孤傲清高，专挑那些向阳的悬崖而生。这鸢尾长在悬崖峭壁之上，我等寻找起来岂不是很危险？的确，所以请2位公子务必要小心。哼，2位公子，如果觉得有危险，现在选择退出还来得及。大人说笑了，我楚尚元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杜小姐，我楚某一定尽力寻着鸢尾花。我亦定当全力以赴。好，2位公子果然是勇敢非凡呐，那就请上路吧。太阳下山之前，谁能够摘到更多的鸢尾花，谁就是这场比试的胜利者。还有，你们在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记得回来。这鸢尾谷一到夜里，
很容易迷失方向。诺。请。诸位辛苦了，请先回房休息片刻，然后咱们一同前往鸢尾谷。大人，出事了，不好了！何时情况？高公子他死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大成，大成！大成啊！大成！是你这个不祥的女人杀死了我的儿子！高继福，你说什么呢你？高大人，简直荒唐！来人，快把高大人扶下去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放肆！先把尸体放下来再说吧。诺。大狗，帮忙！小姐，秦娘，快把小姐扶回房去休息。诺大人，景秋，这个面具怎么和楚尚元房间的一模一样？该不会是同一个面具吧？也有这个可能。二宝，你去楚尚元的房间，看看那个面具还在不在。好，少爷。婉清，辛苦你了。身体早已僵硬，初步推断，应该是死在4、5个时辰之前的。4、5个时辰，也就是说，昨晚子时。子时，那不就是在楚尚元房间闹鬼之后发生的事吗？胸前的这个伤口大概就是致命伤，而且人当时就死了。看来昨天晚上发生了一场恶斗啊！奇怪，怎么了？身上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。除了胸口这个刀伤，还有其他伤痕没有？没有了。据我判断，应该是一击毙命。一击毙命？一击毙命？还是在胸前？这个凶手可真不简单。高大成武艺高强，有谁能够轻易将其杀害呢？也有一种可能，死者跟凶手是认识或者是熟人，这样他才有可能趁其毫无戒备的时候将其刺死。你们当中，昨晚子时之前，有谁见过高大成啊？来人啊，吩咐下去。若有在昨天子时之前见过高公子的，速来禀报。诺。这高大成，自从昨天晚宴离开之后，再也没有出现过，竟出了这样的事情。
该怎么向高继福大人交代呀？狄公子，你看，这腿上有些轻微的淤青。这个是踩的，裤腿也破了。也就是说，死者死后被人拖行了一段距离。难道这里不是案发现场？王公子说的对，你们想想，如果高大成是在此地被杀，没有可能周围没有血迹。那他到底死在哪儿啊？难道是他的厢房？高大成果然是在这里被杀的。看来高大成生前还与这凶手对饮了几杯。这么说来，两个人的确认识。不对，这里也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什么？看这两个杯子。这两个杯子怎么了？如果案发的时候这两个杯子真的是在这里的话，你猜情况是怎么样的？这个用猜啊？那肯定就是两个人互相撕扯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杯子碰倒了呗。哎，你看，这还有酒印子呢。看这个酒杯的朝向，的确有一些酒印。没想到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小脑瓜转的还挺灵的。废话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对于尸体的研究和案件的推理，我是相当的在行的。如果按你所说，案发时候这两个杯子在这里的话，那一定装了酒吧？你闻一下。那为什么这个没有酒味儿，那个有酒味儿？一个杯子装了酒，另一个没有，而这个没有酒味的杯子，却打翻在这桌子上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所有的案发现场都是凶手伪造的？是，凶手是想伪造高大成在这里喝酒，然后被杀的现场。但是凶手却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，就是把一个没有装酒的杯子放在这个桌上，有酒印，可没有酒味儿，就是证明。原来如此。大人，袍房的王师傅说他昨晚子时见过高公子。哦，还如实禀报。各位大人，昨晚子时左右，小的正准备睡觉，高公子来到袍房，问有没有酒，十分生气的样子，说一定要喝酒，于是我就给他烫了一壶。之后他去哪里了？知道吗？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。那是这一壶吗？哎，这个不是头2天丢的那个酒壶吗？什么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为了方便统计，我把袍房里的壶都记了号，分别写在了壶的底部。这个是3号壶。您看，这个壶底我还写了一个3字呢。我给高公子的是2号壶，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。看来，这里也的确不是案发第一现场。少爷，少爷，我翻遍了楚尚元的屋子，都没有找到那个面具。这就对了，看来这个面具与当天晚上闹鬼的那个面具是同一个面具。这个面具后来一直在楚尚元的房间里，怎么会戴到高大成的脸上呢？莫非……哎，你们快来看，这什么呀？哎，你们看，
这个不是楚尚元的令牌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儿的令牌怎么会在这里？莫非凶手是？一派胡言！只凭一块小小的令牌，你们竟然敢往我儿子上元身上泼脏水，岂有此理！楚大人，我也不愿意这么想啊，但是这面具加上这令牌，不得不让人对令郎浮想联翩呐。王有人，你说话可要小心点儿。我们家上元可是当今皇上钦点的状元，你要是再敢口出狂言，休怪回京后，老夫参你一本。楚大人，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我想，一向公正秉直的楚大人，绝对不会徇私枉法吧？你好了，两位大人都请息怒。我看此事还应该从长计议。如果说楚尚元就是凶手的话，那么他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呢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先有杀人动机的应该是高大成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在比赛骑射那一天，若不是楚尚元的马失控，高大成绝对不会输给徐子木。之后，他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。高大成想约楚尚元见面，想借机杀了楚尚元，但是没有想到被楚尚元发觉，先下了手。楚尚元在杀人之后，想掩盖自己的杀人罪行，所以想到了鸢尾谷女鬼的传说，于是将这个面具戴在了高大成的脸上，伪装成女鬼杀人的样子。我想，这就是整个杀人事件的过程。这不可能！我们家上元岂是那种心胸狭窄之人？你们现在都是妄加揣测，根本没有真凭实据，误下谬论。哼，楚大人，如果证据确凿，我看你如何向皇上交代？你楚尚元不是凶手。狄仁杰，你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吗？哎，小虎，其实我觉得这次大公，元芳，我觉得元芳他说的挺有道理的。王公子推断的没错，只是忽略了一个事实。什么事实？大家记得刚才高大成的尸体被放下来时候的情况吗？我记得，当时那个小哥拉不动，我还帮了他一把。对，就是说刚才那个小哥的体重没有高大成重，所以要加上二宝的体重，才能拉得住高大成的尸体。也就是说，凶手的体重必须要超过高大成，否则他根本就不可能把高大成高高的吊起来。那楚尚元是个瘦子，所以他吊不起高大成。对啊，这么说来，那凶手应该不是他。他那么瘦，应该没那么大力气吧？狄仁杰，我认为你的推断并不合理。那请王公子赐教。的确，体重超过高大成的人才能把他吊起来。但还有一种可能，如果此人拥有较大的手臂力量，也一样可以将高大成吊起来。王公子说的没错，但是，你是高大成。高大成死了。哎呀，我跟王公子交过手，你的臂力很大，你拉一拉看看。你说的没错，一个人力气够的话，
确实可以把超过自己体重的人拉起来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双脚要着地，这样才有发力的支点。但是这麻绳离地面的高度远远超过了1人之高，如果要抓住这绳子，你就必须腾空跃起。当拽住这个绳子的时候，你身体是离地的，也就无法使上力气。因此，你就只能靠自己的体重把尸体吊上去。好，说得好，不愧是狄之训的儿子，果然比那些凡夫俗子优秀得多呀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狄仁杰，你果然名不虚传。狄仁杰，你快说，到底谁是凶手？这个我还不确定，但是我想跟各位玩个小游戏。游戏？太傅大人，不知道庄里有没有船只？哦，山庄外面有一池塘，那里面有一条小船。那请带上高大成的尸体，跟我走一趟。来，把高大成的尸体抬上。